活了大半辈子，你是不是总被扣上一顶想太多的帽子？亲戚饭局上，别人顺嘴溜出来的一句话，旁人听完哈哈一笑，你转头就能品出话里的敷衍与嫉妒。家里人一个非常细微的眼神，一个皱眉，你心里立刻咯噔一下，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周到，惹人家不痛快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在心里头反复的琢磨，越琢磨越难受。你跑去跟老伴说，跟儿女诉苦，结果他们反过来怎么埋怨你？他们肯定会皱着眉头说，哎呀，你想太多了，人家根本没那个意思，你就是太敏感，简直是玻璃心。这种话说多了，连你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是不是神经衰弱，或者是心里有什么毛病？为什么我这辈子活得比别人累那么多，总是被别人的情绪牵着鼻子走呢？我告诉你们，完全搞错了，你那根本不是什么病，更不是什么心理缺陷。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天大的误会给解开，你这种特质根本不是毛病，而是极其难得的慧根，是你的六根比一般人都要通透。佛法讲得很清楚，人认识这个世界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六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普通人的六根就好比是用粗糙的泥巴捏出来的，反应有些迟钝，外界刮风下雨或者人情世故里的刀光剑影，只要没直接砍到他们身上，他们是毫无察觉的。所以他们活得好像很省心，该吃吃该喝喝，没心没肺的。但是你不同啊，你们要晓得，你的这套六根配置是老天爷给的高配，你的感知力就像是极其精密的雷达，或者是纯金打造的天线。别人接收信息路径非常单一，听见了，哦，知道了，这事儿就翻篇了。可是你接收到同样的一条信息，哪怕只是邻居一句不冷不热的客套话，你的大脑和心念会在同一瞬间激活，你的一根会立刻把这句话里的情绪，以及你们过去10几年的恩怨，还有社会的人情世故，全部串联起来，同步处理。这就好比同样是听一首歌，别人就是听个响，而你的耳朵是贴在最顶级的音响上，你能听见里面的每一种乐器，甚至连歌手换气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你能说这是你的耳朵有毛病吗？绝对不能。这恰恰说明你的感知密度更高，处理信息的层次更深。很多人把这种敏锐跟内向跟玻璃心混为一谈，这其实是不对的。咱们要把它分清楚，什么叫内向？内向只是一个人补充能量的方式，内向的人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着来恢复体力，这跟感知能力强不强没有直接关系。那什么又是玻璃心呢？玻璃心是指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太低，承载不住一丁点的打击，别人说一句不好，他就彻底崩溃了。而你这种所谓的敏感，纯粹是因为你接收到的信号被放大了。你用显微镜在看这个世界，连空气里的灰尘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比别人更容易察觉到危机的苗头，比别人更容易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和难处。你也比别人更早地看穿人情世故的虚伪，这怎么能是弱点呢？这是天大的本事，是极高的悟性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这是个天大的本事，是个慧根，为什么你这大半辈子却因为他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委屈，甚至弄得自己一身是病呢？原因只有一个，老天爷虽然给了你一把绝世的好剑，但从来没有人教过你一套上乘的剑法，你不知道该怎么驾驭这极其敏锐的六根，你控制不住这种铺天盖地涌进来的信息，于是这把
原本可以用来洞察世事，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宝剑，最后倒转了过来，刀刃永远冲着自己。你把你超强的感知力全都用在了自我攻击、自我怀疑上。你每天都在心里拿刀子割自己，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是不是惹人嫌了？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你想想看，每天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心念在你脑子里打架，你的能量能不被耗光吗？你的心力能不衰竭吗？这才是你觉得活得累、活得苦的真正原因啊！那这个苦、这个累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咱们的心念又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了一张大网，把你死死困住的呢？这就涉及到了极其深刻的因果和业力。佛法里头常讲一个词叫80田，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每个人的心里啊，都有一块看不见的田地，你这辈子眼睛看过的，耳朵听过的，心里动过念头的每一件事，不管好的坏的，都会变成一颗颗小种子，全落在你这块心田里头。普通人因为六根没那么通透，他这块田里种下的都是些大起大落的事情，比如谁借了钱不还，或者谁帮了自己一个大忙，平时那些鸡毛蒜皮的闲言碎语，他们听过就算了，种子根本落不进田里。可是你们要晓得，你不一样啊，因为你天生敏锐，你的这块80田门是向全世界敞开的。你想想看，20年前你在婆家吃年夜饭，妯娌在饭桌上翻了一个白眼，或者冷笑了一声，别人连看都没看见，可是你却清清楚楚地捕捉到了那个白眼，那声冷笑瞬间就变成了一颗带刺的种子，深深地扎进了你的80田里。从那以后，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家里再有人皱一下眉头，或者说话阴阳怪气一点，你心里头那颗长了20年的毒草立刻就被触动了，这就叫作业力。你的痛苦根本不是当下这一秒钟产生的，而是过去几十年里你无意中收集的那些负面情绪，那些被忽视和被误解的委屈，一直在你的身体里头活着，它们积压在一起，变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惯性。只要外界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你的大脑就会立刻拉响警报，把你拉回到当年那种无助难过的情绪里去。这就好比大部分高敏感的人，虽然活到了60、70岁，可是只要一遇到别人的冷眼，心里头那个躲在角落里哭泣的自己，依然还是当年那个受了委屈没人撑腰的小孩。我常常讲，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这辈子就是被自己的天赋给拖垮的。你以为自己是在发呆，是在胡思乱想，其实是你的大脑在全速运转，它在疯狂地调动你过去的那些痛苦记忆来保护你。结果呢，这份保护变成了牢笼，把你死死地困在了内耗里。咱们中华文化里有一位绝顶聪明的大才子，他就吃过这个大亏。唐朝有个大文豪叫柳宗元，这个人呢，文章写得好极了，但他就是典型的六根极度敏锐。早年他在京城当大官，后来因为牵扯进朝廷的争斗，被贬到了偏远的永州。你们要知道，到了永州那种地方，如果是换做一个心大的粗线条的人，可能就是天天钓鱼喝酒混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柳宗元不行啊，他太敏感了，他的感知雷达一刻也关不掉。有一回深秋，永州下了连阴雨，老木屋里阴冷潮湿，散发着霉味。半夜里，柳宗元披着单薄的外衣，坐在昏暗的油灯下面。就在这个时候，墙角有一只小虫子叽叽地叫了2声，
就这么2声虫鸣。如果是个粗人，翻个身打个呼噜也就睡过去了。可是柳宗元的耳朵太灵，心太细了，这声虫鸣瞬间穿透了他的耳朵，直接扎进了他的巴士田。他立刻就联想到了秋天的萧瑟，联想到了自己一去不复返的大好年华，联想到了京城里那些落井下石的小人，又联想到了自己留在远方无人照料的老母亲。他坐在那里，越想越凄凉。你看他后来写的那首有名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字面上看，哎呀，写得真美，像画一样。可是你往深了想，这字字句句全是他极度敏感、极度内耗的产物。在那满天大雪里，没有一只鸟，没有一个人，只有一个穿着蓑衣的老头在冰冷的江面上钓鱼。那个冷啊，不是天气冷，是柳宗元的心冷透了。他把整个天地都看成了他自己内心的绝望。你们要晓得，这种把外界一切细微的事物都往自己悲惨身世上联系的做法，佛法里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心随境转。你的心完全被外面的环境牵着鼻子走，别人稍微给个冷脸，一朵花落了，一只鸟飞了，都能让你伤心半天。柳宗元就是因为看不破这一点，他把老天爷给他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全部用在了对内的折磨上。他每天都在反复咀嚼那些痛苦的记忆，身体的能量被大脑这种全速运转抽得干干净净。结果怎么样？在永州熬了10年，后来又被派到柳州，没过多久身体就彻底垮了，连病带气，连咳带喘。40多岁大好的年纪人就没了，真的太可惜了。他不是输给了政敌，也不是输给了恶劣的环境，他是被自己那套没有装刹车的高敏感系统给活活耗死的。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让你们去叹息古人，而是要你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你们现在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想白天儿子儿媳妇说的那句话，想邻居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想自己这辈子吃过的苦，受过的罪。这和柳宗元当年听见虫子叫就觉得凄凉有什么分别？你也是在拿刀子一刀一刀地割自己的心啊！你以为这是因为你重感情，其实是因为你的雷达太强，而你又不知道怎么拔掉电源。你的心力就像一个破了洞的水缸，外界随便扔一块小石头进来，你的水就哗哗地往外漏，你怎么可能不觉得累呢？所以啊，这第一步你必须要认清，高敏感带来的内耗是因为你的巴士田里种了太多杂草，是因为你一直处在一个消耗你的环境里。那到底该怎么除草，怎么自救？难道我们这种生来敏感的人就只能找个深山老林躲起来吗？不是的，老祖宗早就给我们留下了破解的法门。这第一个救命的办法，就是要懂得趋吉避凶，懂得孟母三迁。为什么我常劝你们千万别在烂泥潭里去结善缘？这里面的玄机，佛法早就讲得很清楚了。这叫做依报与正报。你这个人，你的身体，你的心念，这叫正报。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在一个什么样的圈子里打转，周围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这叫依报。正报和依报是互相牵扯的。我告诉你们，对于高敏感的人来说，你这辈子吃最大的亏，就是把老天爷给你的这份绝顶的天赋扔到了烂泥潭里，还要妄想着在泥潭里结善缘。你想想看，什么叫底层？我这里说的底层，不光是指没钱，更是指那种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利益，
天天算计，整天怨天尤人，充满了嫉妒和戾气的环境。这种环境里遵循的是什么规矩？是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在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人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抢夺一点点生存空间，本能的就会竖起浑身的刺，稍有不顺心，就把恶意发泄在脾气最好、最软弱的人身上。你作为一个六根极度敏锐的人，你被扔到这种环境里，那就好比是把一台最先进的雷达放进了猪圈，你那极强的感知力在这里根本发挥不出高维度的作用。你每天探测到的全都是别人散发出来的贪婪、算计、怨恨和恶意。因为你心软，你有共情力，你太能体会别人的不痛快了。别人甩个脸子，别人指桑骂槐说半句话，那些新出的人根本听不懂，照样乐呵呵的吃饭。可是你不行啊，你一听那话里的软刀子直接就扎进你心里了，你立刻就开始反思，是不是我做错了？于是你拼命的退让，拼命的去讨好，结果呢，你越退让，人家越觉得你好欺负。你的善良和敏感在那种低频率的磁场里，不仅换不来感恩，反而会激发别人更大的恶意。这在风水气场上讲，叫做吉庆避之，恶心灾之。你一身的灵气在这种地方全被污染了，最后只能落得个生不如死的下场。前几年有个叫林女士的，是个全职妈妈，她来找我的时候，那个状态真是惨不忍睹，整个人干瘦，脸色蜡黄，头上戴个帽子。为什么戴帽子？因为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快秃了。她嫁的那个婆家就是个典型的低频环境，婆婆是个强势又喜欢挑剔的人，小姑子也经常回来搬弄是非。林女士呢，天生就是个高敏感的人，每天一大家子坐在饭桌上吃饭，那就是她的刑场。婆婆盛饭的时候，勺子在锅沿上当地磕了一下，就这么一个极微小的动作，林女士的心脏咯噔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她敏锐地感觉到婆婆今天在牌桌上肯定受气了，或者是嫌自己今天买的菜贵了。小姑子在旁边夹了一筷子菜，眼皮微微一翻，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林女士立刻就能读懂那个潜台词，天天在家吃闲饭，菜还做得这么难吃。你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里，林女士是怎么熬的？她每天战战兢兢，察言观色，为了让大家高兴，她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变着花样做饭。婆婆咳嗽一声，她立刻把温水端过去，可是没用啊，她的高敏感全用在了探测别人的恶意和讨好别人上。丈夫还经常埋怨她，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干什么？我妈不就是磕了一下碗吗？哪有你想的那么多？你就是神经衰弱。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加上每天像海绵一样吸收全家人的负能量，硬生生把林女士逼到了抑郁的边缘。她整夜的睡不着，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白天。婆婆的一个冷眼，小姑子的一句闲话。洗头发的时候，头发是一大团一大团地堵在下水道口。她哭着问我，是不是自己命里就该受这些委屈？是不是自己业障太重？我当时就拍了桌子，我告诉她，你有个屁的业障，你是放错了地方，你以为你在行菩萨道，在忍辱负重，错，你是在给别人的恶念当垃圾桶。你那通透的六根是老天爷让你去感知天地万物之美的，不是让你去感知一个刻薄老太太的眉眼高低的。这个道理很简单，
你改变不了一个烂泥潭的臭味，你能做的就是把脚拔出来，走到高处去，我让他立刻停止讨好，把对外的雷达收回来，不要再去管婆婆的碗磕得响不响，更重要的是必须找一件能发挥她那份敏感的事情去做，把这个环境的局给破了。后来这个林女士听进去了，她索性连中午饭都不在家里吃了，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她就泡在外面。她发现自己对颜色、对气味极其敏感，普通的红玫瑰和稍微暗一点的丝绒红，在别人眼里都一样，但在她眼里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绪。一束花怎么搭配，别人要学很久，她只要扫一眼，立刻就能凭直觉搭出最和谐、最能打动人的层次。她东拼西凑，借了点钱，在街角开了一家很小的花店。这一下她的高敏感算是在高处扎了根了。有客人推门进来，眉头微微锁着，林女士那极其敏锐的共情力瞬间就启动了，她不用客人开口就能感觉到对方心里的焦躁，她不会去给人家推销大红大紫的喜庆花，而是默默地抽几支淡蓝色的飞燕草，配上一点洋甘菊，用极其柔和的素色纸一包递过去。客人一拿到手，眼眶就红了，觉得这束花直接开到了自己心里。你们要晓得，当高敏感被用在对的地方，那就是极其可怕的创造力和财富啊！不到半年，他那家小花店的生意火得不得了，后来还接了好多高档酒店的场地布置。林女士整个人都变了，脸上有光了，头发也长出来了，每天忙着跟最美的颜色和植物打交道，气场全开。这个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她赚了钱，也不成天在家里端茶倒水了。那个天天甩脸子的婆婆反而态度大变，逢人便夸自己儿媳妇能干，每天甚至主动把热好的汤端到林女士屋里。为什么？因为林女士登高避煞了，她从那个充满了鸡毛蒜皮和底层情绪的泥潭里爬了出来，建立了自己的高价值气场。当你站在高处，当你不再承接那些烂情绪的时候，底层的恶意自然就够不着你了。所以我常常跟那些觉得活得很累的朋友讲，你们一定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你的敏感如果在泥潭里，就是拖垮你的负担，但在高处，那就是你的天赋。高维度的环境讲究的是边界感，讲究的是创造力。认知更高的人，他们不会觉得你事多矫情，他们心里很清楚，你能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细节，你能体会到常人无法体会的深层情感，这是极其稀缺的本事。如果你现在身处的环境总是让你觉得委屈、被消耗，总有人在否定你、打压你，不要去适应它，不要去学什么麻木自己。你要做的是积攒力量离开，去爬到原本就属于你的位置。但是这仅仅是外在的破局，你离开了烂环境，如果你的心还没收回来，如果你的潜意识里还是习惯性的去讨好这个世界，那你走到哪里都还是会觉得累。所以这第二个破局的法门，更是关乎你后半生的安身立命之本。你要学会向内看，要把那个向外求索的雷达彻底转个方向。佛法讲得很清楚，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外求法。你们这些高敏感的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分不清我和他。你们的边界感太模糊了，别人一皱眉，你心里就咯噔一下。儿女回家叹口气，饭桌上少吃了一口菜，你一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想，是不是自己做的菜不合胃口，是不是自己哪句话说重了，拖累他们了。你把你那通透的六根
全都用在体会别人的情绪上了，甚至把别人的情绪直接拿过来扣在自己的头上，这就叫作物我不分。我告诉你们，你这不是善良，你这是把自己当成了垃圾桶，到处去承接别人的业力。你总觉得只要我做得足够好，只要我能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只要我再委屈一下自己，大家就会满意，就会认可我，我就安全了。你想想看，你大半辈子是不是都活在这种小心翼翼的讨好里？你为了一个好妈妈、好婆婆、好妻子的名声，把自己的心力熬得油尽灯枯，别人顺嘴夸你一句，你能像个得了糖果的孩子一样开心半天。别人的一句冷言冷语或者一个不屑的眼神，直接就能把你打入18层地狱，让你深陷在自我怀疑里爬不出来。你这叫什么？你这叫把自己的命根子，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通通交到了别人的嘴皮子上。我常常讲庄子里那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庄子站在桥上，看着水里的鱼游来游去，他说，你看这鱼多快乐啊。旁边的好朋友惠施就抬杠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笑笑反问，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这可不是简单的斗嘴啊。庄子他不用拿个网子把鱼捞上来问，他靠着自己极其强大的感知力，瞬间就能和天地万物相通，体会到鱼的自在。你们要晓得，高敏感的人天生就带有这种超越普通人逻辑的感知力，你生来就接近这种天人感应的境界。可是呢，你没有拿这份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去感应天地万物之美，反而拿去感应了世俗里那些最肮脏、最琐碎、最无聊的人情世故，去苦苦哀求别人的认同。这就好比你手里明明捧着一块无价的和氏璧，你却非要去跟人家换一块烂泥巴，荒唐不荒唐，憋屈不憋屈。你们都听过陶渊明吧？大家都知道他是晋朝的大诗人，隐居田园。可你们知道他当年面临的是什么样极其压抑的处境吗？那个晋朝啊，西门阀士族把持朝政，官场腐败到了极点，上上下下全是虚伪的应酬和肮脏的交易。陶渊明这个人六根极其敏锐，骨子里又极其清透。他当时为了养家糊口，在彭泽县当个小小的县令。有一天上面派来一个督邮。什么是督邮？就是个巡视的小官，但手里捏着点汇报的权利，专门下到地方上来吃，拿卡要耍威风的。这人还没到县衙呢，那股子傲慢贪婪的做派就已经摆出来了。县里的衙役赶紧跑来跟陶渊明说，大人，您得赶紧换上正式的官服，束上厚重的腰带，准备好厚礼，低三下四地去迎接人家，哪怕人家骂两句，您也得陪着笑脸，不然咱们县都没好果子吃。你们想想看，陶渊明那么敏感通透的人，他能感觉不到官场这种乌烟瘴气的恶臭吗？他能看不透那个督邮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吗？普通官员为了保住饭碗，为了升官发财，早就捏着鼻子忍了，把自尊往地上一扔，赔个笑脸，送点银子，这事儿也就混过去了。但是陶渊明不行，他一想到要去对那种灵魂极度卑劣的人磕头作揖，他心里头那个恶心啊，那是生理上的反胃，是浑身气血倒流的难受。他站在县衙的大堂里，看着那些为了碎银级两弯腰决定满脸堆笑的人，看着这个扭曲的世道，他突然之间就醒悟了。他如果像柳宗元那样，一边在体制内熬着，天天在心里头骂世道不公，天天埋怨别人不理解自己，
把敏感全变成了怨气去内耗，那他这辈子也就废了，活活把自己憋屈死。但他没有去讨好那个狗屁督邮，更没有委屈自己去适应那个散发着腐臭的烂圈子。他把身上的官服一扒，大喝一声，留下一句千古绝唱：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意思就是说，就为了这每个月5斗米的微薄俸禄，让我去跟这种下三滥的垃圾人点头哈腰。做梦，他当场就把县令的大印往桌子上一砸，辞职不干了。他不玩了，他不需要皇帝给他发工资来证明自己有出息，他不需要官场上那些虚伪的同僚来认可他的价值，他更不需要向世俗的眼光去低头。他把对外讨好、对外寻求认同的那个雷达，啪的一下连根拔起，彻底关掉了。他回到了乡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们注意啊，到了这个时候，陶渊明那极其敏锐的高敏感天赋才真正发挥出了无与伦比的威力。他不再去感知人心的险恶和算计，他去感知什么？他去感知秋天清晨那朵野菊花花瓣上晶莹剔透的露水，去感知南山头上飘过来的一缕闲云，去感知那飞鸟结伴还巢的生机。他的心完完全全地收回来了，他不需要任何人，觉得他是个成功人士，他自己安顿好了自己，活出了真正的大自在，成了咱们中华文化里精神境界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凡是高敏感的人，你这辈子必须要闯过这一关。你现在满身的怨气委屈，就是因为你还在等别人给你发一张好人卡，你总觉得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我这么体谅你的难处，你为什么不能像我理解你一样来体谅我呢？我告诉你们，别做春秋大梦了，人家要是能有你这么通透的感知力，人家早就成高人了。你身边的大部分人都是凡夫俗子，他们的神经跟钢管一样粗，他们根本体会不到你的细腻，也看不见你在深夜里咽下去的委屈。你非要拿着你的感知标准去要求他们，非要去向他们讨要那份你懂我的认同，你这就是在缘木求鱼，纯粹是自己找病受。从今天起，你要学会把注意力狠狠地往回拉，别人怎么看你，那是别人80天里的业力，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儿女不领情，那是他们的因果。你把你该做的本分做完了，立刻把心收回来，绝不恋战。你要在自己心里头建起一道高墙，外面狂风骤雨也好，别人脸色再难看也罢，只要没危及到你的生存，你理都不要理。你要把你那极其珍贵、极其消耗能量的感知力，用在体会一顿热腾腾的白米饭上，用在感受一缕晒在老寒腿上的暖阳上，用在深呼吸时感受空气进入肺腑的顺畅上。当你真正做到不再向外求认同，不再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你内心的那个磁场、那个气场就彻底稳如泰山了。百病从心生，百病也就从心灭。可是啊，话虽然这么说，要把这颗放纵了，在外头跑了，几十年的心收回来，哪有那么容易？很多老朋友肯定要在底下摇头了，道理我都懂，可是那个气人的念头一上来，那个火一冲到脑门子，或者那个伤心劲儿一翻涌起来，我这心里就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爬，像是有刀子在绞一样，根本控制不住啊。越是不让自己去想那个对不起我的人，脑子里就越是像放电影一样，翻来覆去的回放那些痛苦的画面。这可怎么办？
面对这种像野马一样脱缰的念头，光靠想是没用的，咱们得下猛药。接下来我要教给你们的这招是一个极其管用、立竿见影的实操法门。你只要学会了这个动作，立刻就能把这种痛苦的因果循环给它一刀斩断。你们要晓得，念头这个东西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有巨大惯性的。很多极其敏感的人碰到了一件伤心事，或者被人冤枉了，脑子里升起了一股怨气，这个时候他通常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试图用大脑去跟这个情绪讲道理，试图用思考去压制思考。你在心里头跟自己说，哎呀，我不能再去想那个忘恩负义的人了，我再想就要气出心脏病了。可是结果呢，你越是暗示自己不要去想，那个画面就越是像个恶鬼一样缠着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每跟那个情绪对抗一次，你每在心里头跟那个虚假的人引吵一架，你就是在给这个妄念喂食。你越喂，它长得就越壮实，最后它反客为主，把你整个人给吞噬了。所以对付这种排山倒海般的情绪内耗，光靠坐在那里苦思冥想是绝对行不通的。你用思维去打败思维，就等于是在泥潭里打滚，越挣扎陷得越深。老祖宗讲的修行里对付这种妄念，有一招极其刚猛的法门，叫做截断纵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那个洪水般的负面情绪刚一冒头，你不要去跟他纠缠，不要去分析他为什么来，你要立刻马上用一个具体的物理动作，像一把大刀一样，咔嚓一声把这个念头的水流给它拦腰斩断。我认识一个叫老陈的，也是个极度敏感的人，前几年做生意失败，被人坑了，不仅半辈子的积蓄赔了个精光，还背了一屁股的债。对于一个50-60岁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塌了。那段日子老陈是怎么过的？白天债主上门，他还能强撑着陪笑脸，到了深更半夜，老婆孩子都睡了，他一个人躺在床上，那才是真正下地狱的时候。窗外稍微有一点汽车开过的声音，或者墙上的钟表滴答一声，他那敏感的神经立刻就被挑动起来，脑子里全是不堪回首的画面，合伙人卷钱跑路时那张虚伪的脸，亲戚朋友借钱不给时的冷嘲热讽，还有明天马上要到期的银行贷款，绝望、愤怒、自责，这几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就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在他的胸口上。他盯着漆黑的天花板，后背全是冷汗，好几次脑子里都闪过一个极其危险的念头，不如跳下去算了，再也不用受这个罪了。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个无底洞，拼命地拉着他往下坠。可是老陈这人命不该绝，他后来怎么自救的？他发现只要自己躺在那个船上，脑子里的警报器就永远关不掉。于是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极其铁血的规矩。有一天晚上凌晨2点，那个要把他逼疯的念头又像往常一样准时爬上了他的心头。老陈没有像以前那样躺在被窝里内耗，他猛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他不给自己留1秒钟思考的时间，直接抓起旁边的一件外套，连袜子都没穿，专拉着一双运动鞋，拉开门就冲了下楼。冬天的深夜啊，外面那个冷风跟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老陈不认路，也不管方向，他就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狂奔。他跑得气喘吁吁，冷风灌进嗓子眼里，可是他不停下，哪怕2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他还是咬着牙往前冲，足足跑了2-3公里。最后他实在跑不动了，
一屁股瘫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上下汗水把秋衣都湿透了。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老陈发现虽然自己累得像条狗，但是脑子里那个疯狂折磨了他2个多小时的想死的念头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2条腿酸痛发抖的真实感。他的大脑在极其强烈的身体疲惫下被迫关掉了那个情绪警报器，强制他回到了当下的身体感受里。那天晚上，老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倒头就睡，那是他破产半年多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个觉。从那以后，老陈只要一感觉到情绪不对，只要那些负面念头开始在脑子里盘旋，他就立刻穿上鞋下楼去跑，用身体的极度疲惫强行把脑子里的杂念给挤出去。就靠着这股子对自己狠的劲头，老陈硬是扛过了最难熬的那几年，没被自己的敏感和内耗给逼疯。后来慢慢又把摊子给支棱起来了。诸位朋友，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什么？我不是让你们7老8十了，大半夜的还去马路上狂奔，那身体也受不了。我要你们学的是老陈这种截断妄念的决断力。我告诉你们，咱们很多老年人在家里也是一样。你今天坐在沙发上，突然想起儿媳妇上午出门时甩那个脸子，或者想起早年间公婆对你的不公，你这个气不打一处来，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坐在那里，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你一想，你就掉进了业力的陷阱里了。你该怎么办？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用一个具体的强烈的物理动作来打断它。比如你马上去洗手间，打开水龙头，把水调到最凉，把你2只手的手腕子放在凉水底下冲上个2-3分钟，去感受那个冰凉刺骨的水流划过你皮肤的感觉。这个在医学上讲，能迅速激活你的神经，把过热的血液温度降下来。在修行上讲，这叫借外境的刺激，强行把你那游离在过去和未来的魂儿给拉回到当下这一秒。或者你立刻拿起一块抹布，去把家里的桌子、地板使劲地擦一遍，用你的肌肉酸痛，用你的汗水去驱赶脑子里的胡思乱想。甚至你可以在手腕上套一根皮筋，那个伤人伤己的念头一冒头，你就狠狠地弹自己一下，那阵刺痛瞬间就能让你的大脑清醒。你们要晓得，情绪就像是一堆野火，那个痛苦的念头就是干柴，你只要不往里头扔干柴，不去给它喂食，它烧一会儿自己就熄灭了。念头仅仅就是个念头，你不把它当回事，它就饿死了。你能控制住这一秒的觉察，能在起心动念的那一瞬间用行动把它截断，那你就是自己情绪的主人，你就不再是那个任由别人拨弄的傀儡了。可是这妄念是被你用刀斩断了，截住了，把你那过剩的高敏感能量憋在身体里，总得有个去处吧。大禹治水，光靠堵是不行的，还得疏通。这极度强大的感知力，如果不向内消耗，那它到底该往哪里发泄，才能变成护佑你后半生的福报呢？咱们接下来就要讲讲这最高明的一招。佛法里有个极其高深的词，叫做转识成智。什么意思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凡是老天爷给的巨大能量，它本身都是没有好坏之分的。这就好比是滔滔江水，你如果不给它修河道、建水库，它漫山遍野的乱冲，那就是能把人淹死的洪灾。这就叫做识，是你被业力牵着走。可是如果你把河道理顺了，建起一个水电站，
让这股庞大的水流去推动水轮机去发电，那这股水就成了能照亮千家万户的光明，这就叫做智。你们这些高敏感的人身上就携带着这股极其庞大的水流。前面咱们说了，你要学会截断妄念，不要让这股水去冲垮你的心智。可是水截住了，这股巨大的能量还憋在你的身体里你的感知力依然比普通人高出好几倍。你这无处安放的敏感，如果不向内去折磨自己，那它到底该往哪里去？答案只有一个，去创造。把这把极其锋利的刀从对准自己的心口调转一个方向，对准你手里正在做的事情，把你那过剩的情绪、满腹的委屈全部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产出。咱们中华文化里有一位把这招转世成智，用到登峰造极的大人物，你们一定都听过他的名字。写出《红楼梦》的曹雪芹，你们要晓得曹雪芹早年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真正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家里是江宁织造，皇帝下江南都要住在他们家。他从小锦衣玉食，身边围着的都是最聪明最水灵的丫鬟，连吃个茄子都要用10几只鸡来配味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呼啦啦是大煞情，家里被抄了，家破人亡，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跟着家人被赶回了老家北京，搬到了西郊的破茅草屋里。你想想看，一个从小没吃过半点苦的贵族公子，突然之间连饭都吃不上了。最可怕的还不是穷，而是那种世态炎凉。以前那些围着他转巴结他的亲戚朋友，现在看见他就像看见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不仅不借钱，甚至还要踩上一脚。曹雪芹是个什么人？他是个六根极其通透、高明感到了极点的人。普通人遇到这种巨大的落差，要么疯了，要么天天喝大酒把自己灌醉。曹雪芹能感受不到那种钻心的疼吗？他太能感受到了。那些趋炎附势的嘴脸，那个深秋寒风吹进破窗户的凄凉，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凌迟着他的心。有一天傍晚，北风呼啸，曹雪芹在破灶台前熬着，一锅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来讨债的人刚在门口骂完难听的话走了。他端着那个缺了口的破碗，手冻得通红，眼泪顺着眼角就流了下来。但是就在这种极度的痛苦和内耗快要把他逼疯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极其伟大的决定。他没有把这股庞大的怨气和敏感用来折磨自己，他转过身，放下了要饭的破碗，拿起了毛笔，他要把这一切写下来。他把对人情冷暖极其敏锐的感知变成了林黛玉的小性子王熙凤的算计，他把家族覆灭的无常变成了贾府里那些大大小小人物的命运。他在那种连纸都买不起的穷困里批阅十载，增删5次，写到动情的地方，他常常是嚎啕大哭，把眼泪都哭干了。他把这股庞大的业力全部倾注到了笔尖上，硬生生地把自己的痛苦熬成了一部千古绝唱。这就叫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如果没有去写《红楼梦》，他那一身极度高敏感的毛病早就让他在怨天尤人中憋屈死了。可是他把敏感变成了创造，这就叫转识成智，这就是把魔障变成了菩提。所以诸位老朋友，你们现在觉得自己苦，觉得自己内耗得快，要崩溃了，你该怎么去转识成智呢？我教给你们一个极其简单的方法。当你觉得心里头委屈，当你想起儿女的不孝顺，或者想起老伴儿当年的背叛，
脑子里乱成一锅粥的时候，你不要坐在那里生闷气，你立刻去找一个本子，拿一支笔，把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全部写下来，不要管文笔好不好，哪怕是骂人的话，哪怕是车轱辘话，全写出来。比如你一边写一边掉眼泪，今天某某某凭什么那么跟我说话，他那个眼神就是看不起我，我心里太难受了，我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你就这么写，写满1页，写满2页。你们要晓得这里面的玄机是什么。当你只是在脑子里想的时候，你是被情绪控制的，可是当你拿起笔把这些情绪转化为文字写在纸上的时候，你的大脑就必须去调动语言和逻辑功能。就在这一瞬间，你的大脑从情绪主导强行切换成了逻辑主导，你把体内的那一团无明业火顺着这根笔尖排到了纸上，写完之后，你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你会发现胸口那块大石头奇迹般的消失了。如果你比普通人有着更强大的感知力，那你凭什么要把这些能量浪费在观察别人的脸色上？你为什么不去搞点创造呢？你喜欢种花，你就把你的敏感用在植物上，哪片叶子缺水了，哪个花苞要开了，你用你那敏锐的直觉去侍弄它们。你能把一片荒芜的阳台种成一个让所有街坊邻居都羡慕的百花园，这就是创造。你喜欢做饭，你就把你的敏感用在调料的搭配上，多一滴醋，少一撮盐，别人吃不出来，你能尝出来。你用心去熬一锅汤，把它做到极致，看着家里人喝下去那种满足的表情，这也是创造。甚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哪怕只是每天在网上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发自己种的花，发自己写的毛笔字，你不需要成为什么专家，你只是在展现你那份细腻的感知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跟你有同样感受的人，你会收到来自陌生人的点赞和善意，这些正向的反馈会一点一滴地帮你重建内心的秩序。你的大脑会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奖赏机制。以前你的大脑是靠别人今天没给我甩脸子来获得安全感，现在你的大脑是靠我今天又捡出了一盆漂亮的盆景，我又写满了1页纸来获得巨大的满足感。方向一变，天地全宽，你直接就把内耗的反刍转化成了强大的创造力。我告诉你们，高敏感的人一旦完成了这个转变，那是极其可怕的。你不再是一个到处惩戒别人垃圾情绪的接收者，你变成了一个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好事物的高价值输出者。当你身上有了实实在在的本事，当你的天赋被打磨成了技能，这就是你不讨好世界的底气。你不需要别人来可怜你，你更不需要向那个不懂你的环境去拼命寻求认可，因为你自己就已经是一座极其稳固的高山了。但是话说回来，当你变得越来越好，当你开始向外输出高价值的时候，往往又会面临一个新的陷阱，那就是你会发现周围来找你诉苦的人，来找你帮忙的人变多了。你的共情力太强，你看到别人受苦，你本能的就想去拉一把。如果你不懂得在这中间划定一条生死界限，你依然会被别人的业力给拖下水。这高敏感的最后一道护身符，也是最难修的一门课，叫做慈悲有度。你能看懂别人的苦，但不代表你要替他去买单。咱们接下来就把这条极其关键的边界给你们讲个透彻。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家里的老亲戚遇到烦心事了，
跑来跟你诉苦，别人听听也就过了，可是你不行啊，你这个高敏感的人共情能力太强了，人家在那儿哭，你比人家哭得还伤心，人家在那儿骂那个不孝顺的儿子，你听着听着气得血压都升上去了，连连替人家抱不平，人家把心里的垃圾一股脑全倒给了你，拍拍屁股转身高高兴兴回家吃饭去了。可是你呢，你这一晚上就别想睡了，你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那点破事，胸口闷得像压了块大石头。我告诉你们，你这不叫善良，你这叫愚痴，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命去替别人背业啊！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间万法皆是因果，每个人这辈子遇到什么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那都是他自己80田里种下的因，结出来的果，个人的业力必须个人去评，个人的功课必须个人去做了结。老天爷安排那些挫折和痛苦给他，就是为了让他在这份痛苦里头跌跟头，让他自己去觉悟的。可是你呢，你仗着自己有一副通透的六根，仗着自己能看懂别人的苦，你就大包大揽，把别人的情绪全吸到自己身上，你以为你是在帮他，你错了，你这是在强行介入别人的因果，你用你的同情心剥夺了他自己去承担去成长的机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他依然执迷不悟，而你却因为承接了那股庞大的负面业力，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甚至百病缠身。这个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你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好不容易在心里头建起了一座干干净净的屋子，现在外头随便来一个人，拎着一袋子发臭的垃圾，说：哎呀，我这垃圾没地方扔了，你是个好人，你最懂我的难处了，我扔你这儿吧。你不仅不关门，你还主动把门敞开，说：来来来，倒在我的客厅里，我替你闻这个臭味。你觉得你这是慈悲吗？你这是对自己的残忍。真正的慈悲是菩萨的低眉，但菩萨也是有金刚怒目的，没有金刚手段就别行菩萨心肠。你们要晓得，高敏感的人之所以常常被别人消耗，就是因为你心里头没有那道门槛，你不敢拒绝，你总怕自己说个不字，别人就会觉得你冷血，觉得你变了。可是我今天要把这句话死死地钉在你们的心里，你的感知力，你那极度敏锐的六根，老天爷赐给你，是让你去体会宇宙大道，去觉悟生命真谛的，是让你去搞创造，去发光发热的，绝对不是让你去给那些烂人烂事当情绪垃圾桶的。你的能量，你的心力就好比是一块极其珍贵的蓄电池，它的电量是有限的。你今天在这个无用的饭局上陪着笑脸消耗一点，明天在那个满腹牢骚的亲戚那里消耗一点，等你真正享用这份通透的感知力，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去护佑你最亲近的家人的时候，你发现你没电了，你枯竭了，你变成了一个烦躁整天怨天尤人的老太太，这才是造了天大的孽啊！所以这高敏感的最后一道护身符，就是你必须要有极其冷酷的边界感。从今天开始，省着点用你的福报和能量。怎么省？这就要求你在日常生活里敢于下刀子斩断那些烂因果，那些根本没有营养，全是互相攀比和算计的饭局。别人叫你，你直接找个借口推掉，坚决不去。你不用管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他议论你，那是他的口业，与你何干？那些整天喜欢抱怨社会不公，满身负能量的邻居和老姐妹，你看到他们走过来，你要立刻在心里敲响警钟，
你可以微笑着打个招呼，但是绝不停下脚步去深聊。如果对方非拉着你诉苦，你就学会把耳朵关上，把心收回来。他在那里说的唾沫横飞，你就在心里头默念佛号，或者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他倒他的垃圾，你守你的清净，绝不动一分同情心，绝不搭腔去附和，这就叫做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们一定要明白，你能看见别人的痛苦，这是你的天赋，但你不替别人承担痛苦，这是你的智慧。你的感知力是用来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的，不是用来替别人买单的。只有当你把这条边界死死地守住，把你这颗心像城墙一样护好，你才能从一个到处承接情绪的弱者，真正蜕变成一个内核极其稳定的高人。你周围的那些烂磁场，一看从你这里吸不到能量了，一看你油盐不进，气场强大了，他们自然就会退避三舍，去找下一个软柿子捏，而你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这股庞大能量完完全全的用到自己身上，用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上，去过你那舒舒坦坦通通透透的后半生。讲到这里，关于高敏感这个事，我已经给你们掰开揉碎的讲透了。我知道在座的很多老朋友年纪大了，记性没那么好，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们狠狠地啰嗦一遍这几件事。后半辈子打死也别再做了。首先，千万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别再天天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命苦，是神经衰弱，是玻璃心。我告诉你们，那全都是胡扯，老天爷给你的，是比别人通透无数倍的六根，那是极其难得的慧根。你这辈子活得累，只是因为你以前不懂得怎么用它。从今天起，把那个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念头给掐死。你要打心眼里接纳自己这份与生俱来的天赋。其次，别在烂泥潭里去结善缘。如果你现在周围的人全都是些充满了算计，一天到晚消耗你的烂人，别去讨好他们，也别指望他们能理解你。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的善良和敏感在低层次的丛林法则里，就是被欺负的软肋，赶紧拔腿走人，换个清静的环境，去多接触那些高维度懂你的人和事。你的敏感在高处才是真正的摇钱树。还有，把那个永远向外扫射，永远在探测别人情绪的雷达给我收回来。你不是为了别人口中的那句好人而活的。庄子看鱼，那是天人感应，你去看别人的冷脸，那是自寻烦恼。别人怎么想怎么看，那是别人的因果，与你毫无关系。你要学会反观内照，把心力全收回到自己身上，去感受一顿饭的香甜，去感受自己这一呼一吸的安宁。万一那个极其痛苦的念头又冒出来了，又开始翻旧账，钻牛角尖了，记住老陈那个午夜狂奔的例子，千万别坐在那儿用脑子去跟情绪打架，你打不赢他的。立刻站起来，去用凉水冲手腕，去擦地炸，去让身体出汗，用最直接的物理动作，咔嚓一刀把这个妄念给截断，绝不给它喂食。最后把你那无处安放的充沛感知力拿去搞创造，去写日记，去养花，去做菜，去把你对这个世界的细腻感受变成实实在在的美好事物输出去。但是一定要记住，慈悲要有度。你能看懂别人的苦，那是你的本事，但你绝不替别人背因果。当情绪垃圾桶，这是你必须守住的生死边界。诸位老朋友，讲到这里，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
一个人这辈子的命运就是他过往业力的总和，而要转变这个业力，靠的是什么？根本不是靠你去求神拜佛，更不是靠你去算命看风水，而是靠转念。命由心转，心一转，你的气场就变了，你身边的风水自然就顺了。你今天听懂了这些话，你这颗焦躁不安的大半辈子的心终于踏实了，安顿下来了，你自己不内耗了，你脸上的戾气就会变成祥和之气。我告诉你们，一个家里只要有一个长辈的心是定的，是温暖的，这个家宅的风水就是大吉大利。你这就是在用你转过来的好运，实实在在的护佑你的儿女，护佑你的子孙后代。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其强大的能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坐在这里，哪怕口干舌燥，也要把这些老祖宗的智慧扒开了揉碎了讲给你们听。我希望你们不仅仅是自己听懂了受用了，我更希望你们能把这份善念传递出去。你想想看，在你的亲戚朋友里，在你的晚辈里，是不是也有那么几个心思极其细腻，活得特别累，正在被抑郁和焦虑折磨的人？他们可能正在深夜里痛哭，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他们。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理对你有帮助，请你动动手指，把这个内容转发给他们。你不要觉得这只是顺手点一下，你这叫做法布施。你的一次分享可能就帮他们解开了一个几十年的心结，你的一句提醒可能就让他们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段弯路，甚至把一个快要崩溃的家庭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每发一次善心，每救拔一个人，这种庞大的正向能量最终全都会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这就是在给你们家积攒生生世世的福报，功德无量啊！最后，我希望看到这里的诸位朋友，现在就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和祈福。你可以写一句愿家宅平安，福慧双增，或者写一句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敲下的每一个字都在宇宙中留下了回声，带着这份澄明通透的心境，好好去过你们那舒坦自在的后半生吧。